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在杂宝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本生故事。在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游行世间的时候，度化了一个长者子。那这个长者呢，他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，在当时佛陀的那个时代，所以当然他的儿子就是富家子弟，每天呢就是在过着富家人有钱人家里的生活。那因缘聚会了，佛陀度化了这个长者子出家了。长者子虽然跟随佛陀出家了，却并没有好好的修行，每天还是喜欢跟他的亲戚朋友聊天玩乐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其他弟子们就非常的惋惜，说这个长者子那么年轻，拥有那么好的学识，家里的人又愿意让他出家，却不好好的修行，所以请求佛陀能够给予这个长者子一个教诫。所以某一天，释迦牟尼佛就叫了这位长者子，跟随他刚出家的这位弟子，叫他到了身旁。释迦牟尼佛就开示了说，你出生在富贵的家庭，跟随我出家，但是你却不好好的修行，竟然你每天都出去攀援，那这样你到一个非常极静的地方隐居修行吧。那这位长者子遵从了佛陀的教诫，隔天就离开了僧团，独自到了一个深山当中，断除了所有的违缘，断除了所有的攀缘。他在深山当中自己独自的修行，日以继夜，数个月之后，他就证得了阿罗汉果，断除了一切的烦恼，具足了六神通。这个消息传回来给释迦牟尼佛知道了以后，僧团所有的这些比丘都非常的狐疑，都纷纷的过来请示佛陀，为什么这位年轻的比丘在僧团的时候不好好的修行，离开了僧团到了深山野地自己独立修行的时候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证得阿罗汉果呢？所以这些僧团的比丘们非常的疑惑，请求佛陀给予开示。佛陀坐下来就说了，这位年轻的比丘在过去生中他也曾经是修行的，在那一世他是一位仙人，他在深山当中一个人独自的修行，非常的精进，白天禅修，饿了就去找寻食物，找一些山林里的蔬果来果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精进的修行，就感得了一只兔子前来护持这个仙人。某一年，在这个深山当中，整个森林，整个山谷都已经被旱灾所扰，这个花果树木没有任何的水分，所以长不出任何的果实。所以这个仙人看到这个干旱所苦的这整个山谷森林，他找不到任何的食物，没有蔬菜也没有水果，所以他决定想要离开这个修行的地方。那这个兔子本来就一直在观察这个仙人的修行，而且对这个仙人的修行也很想护持。这个兔子就过来跟这个仙人说了，他说，仙人你在这边已经修行了这么久，而且你也非常精进的修行，你不要离开，就请你给我3天的时间，你好好的用功修行吧。3天之后，你就会看到食物在你的面前了，请你不要离开这里。这兔子说完了以后呢，就立刻去准备了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。兔子就在东奔西跑当中找到了很多干掉的树枝，
把所有这些干掉的树枝呢，他就把它集中起来，然后就升起了这个火啊，就升起了这个熊熊的柴火。当这个柴火正是非常猛烈的时候，这个兔子呢就合掌发愿了：我生生世世都力行菩萨道，今天也是我实践我菩萨道的一个行为，我就用我的身体来供养你吧。说完，兔子呢就跳入了这个柴火当中。当然这个熊熊的柴火呢就把这个兔子烧死了。3天之后，这个仙人看到了这个兔子竟然舍身供养他啊，所以这位仙人呢就嚎啕大哭，非常的不舍，但是也无法挽救这个兔子的生命。这个时候，天上的这些天众啊，释提桓因就非常的感动。当他看到这一幕发生的时候，原来兔子舍去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为了要护持这位仙人的修行。天上同时就下起了大雨，这个大雨就平抚了整个这个森林山谷的这个旱灾，所有的花草树木果树全部又瞬间的重新再长起来。所以这个仙人呢就拥有了食物，他也不必再离开这个地方去别的地方修行。所以这个仙人得知了兔子的发心供养，他回到他修行的山洞里面精进的修行，没有多久的时间，他就断除了烦恼，具足了6种神通，证得了阿罗汉果。所以当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仙人跟兔子的故事说完了以后，所有在场的比丘全部都顶礼佛陀，说：佛陀啊，原来这就是您过去生当中生生世世力行菩萨道的本身故事啊。所有的弟子听到佛陀的开示，也不禁流下了眼泪，发起广大的心愿，也要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心、大悲心、菩提心，为利益一切的众生广修善行啊。那今天我就用这个简单的佛陀的本身故事，就是兔子舍身供养仙人的故事，来跟大家做分享。那希望对大家有点启发。那我们下回见。